这些绢帛有何不可呢？历来赏赐君族，所费绢锦皆为黑灰两色，即便颜色再上一等，也至多为青色。绯、绿、靛、青皆为品级所用，庶人用之为僭越。也是，5品以上服绯，6品、7品服绿，8品、9品为靛青。其一，历来赏赐皆为纯色，此番兑换杂色，殊为有异。其二，下官手持王命，而其竟敢抗命，一直拖到胡令公亲来，这才领命，其胆大妄为，令人诧异。其三，历来出赏都是各衙司入库拣选，自行包裹装箱运，他却没容下官入库，直接装好送了出来，平白搭上几百个木箱子，这些可都是要在账面上销账的。难不成这些箱子钱他自家垫了？其四，历来出赏都是出账即签收据，他却连凭证都没当面要，口称日后自己来取。此事虽然方便，却不合规矩。事情明摆着，这是闹了家贼了。鸡鸣狗盗，何承训不过一介都将，公然倒卖王家私产，胆子实在太大了些。内库资助绢帛珍宝万千，都是寻常人家难得一见的东西，但凡流入市面，东西两府各处州县地方官吏岂能无所察觉？如何能做得滴水不漏，上下不闻？大郎兄，如愚公，这箱子你们可曾见过？这箱子怎么了？官府藏运绢帛用的都是大箱子吧？东府库藏所用的箱子，皆是长宽3尺见方的大箱子，确实未曾见过这等长3尺、宽1尺的小箱子。这就对了，这小箱子我却常见。西府城中18家挂山月社招牌幌子的门面铺子，所售卖布匹、绢帛，均用的是这等小箱子。九郎，此事干系非小，你切莫卷进来，开开心心的当鱼帐子便好了。小弟醒得了。未知客从何来？我家东主已在听雨轩恭候大东主多时，请大东主移步。云清兄，久违了。程兄，快请，请。今日却有什么菜色？速速报来。启禀东主，上一遭试过一次厨的鱼虾小厮，却也请来了，颇费了小人一番心思。论及调制愉快的刀下功夫，楼里的鸡年老厨却不及这小鬼头之万一。今日大东主登临，正好让他好生伺候一番。口腹上的事，我跟云清兄都不甚在意，人要妥当，这才是大事。东主宽心，那小厮惯常在鱼肆码头厮混，许多老鱼子都识得，是知根知底的本地人。罢了，下去吧。程兄，世子已薨，如今的大王身子骨也不大好。试问这萧墙之内，哪位王子出头啊？前王诸子，以大郎君声望最隆，三郎君兵权最盛。只是此二人都是过继子，大郎君乃前王之兄武令公长子，三郎君本家姓孙。
都是假儿子，当不得真。如此说来，如今前王的亲儿子里，有能看的。六郎君称得上老成谋国。田家的这位六郎君，竟然是如此一位妙人，有如此一位老成谋国的郎君坐镇内廷，你这参耗子居然还敢如此肆意搬弄生意，家也大了，立国的时候长了，难免要生出一些城狐射手。我不过是个经手的，真正靠这些生意吸血发财的，还不是国中这些勋贵子弟、军中宿将。东主，头菜来了。可有名号？这酒壶乃是1等1的细瓷，那里的酒乃是自家酒房酿制的新酒，名为月夜。这鱼长24拱，故为24桥明月夜。好名字，云清兄，请，请。细嫩鲜滑，入口即化，果然有点意思。赏，快谢赏啊！小人谢贵人的赏。罢了，下去吧。侯长侍留意下，此人姓甚名谁？鱼刺上的鱼子纹换作做酒精，只因曾亲眼见他入水徒手捉的一条酒精大鱼上来。姓什么？却不知晓。见了金子不猛然也不狂喜，反倒错愕。看来这金银于他并不新鲜，或贵或利，一分不多，一分不少。这是大户人家教养出来的子弟，礼数上毫厘不差。那人靴子底下没有泥，却透着一股邪腥之气，应该是自海路乘船过来的。海上波涛汹涌，可是凶险的紧啊！所以船不会小。这小子竟是细作眼线，小人这便去拿了他信文。追不及了，不要风声鹤唳，在西府盯着咱们的又何止一家两家，拿也拿不过来。不过此子年纪轻轻，出下手段了得，怕是有些家世。你去市舶司查一下，今日入港的商船最少300辆以上，入港的时辰应当是卯时到巳时之间，应该不难查到。别躲了，里边气闷，出来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饿了，可有吃食？
你们几个留心脚下啊！留心脚下，你们两个轻点踩啊，都慢着点。来，哎呀，都小心些！再要如此粗疏，自家跳下去喂鱼，都抓紧蹲起来，快点，都抓好，快，抬走，抬走，抬走。被足下见笑了，实在是饿得很了。多蒙馈赠，足感厚德。黄龙岛的于大娘子，是你什么人？在下，并不知于大娘子是何方神圣。东海之上闻风丧胆的黄龙海贼，却是听说过的。如此说来，你潜入山岳社，并非为了生意。那要看足下与山岳社做的是什么生意。都慢着点，都慢着点！哎，你们几个都小心点！出事了！是黄龙社的人。大东主尽管安心处置，小人蒙大东主一饭之恩，尚未回报，不敢擅离。大东主若不放心，可遣一二心腹在此守护。仔细伺候好这位小郎君，莫要怠慢。郎君慢一些，快点！加油！帮助我吧，帮助我吧，哥，帮我出来，哥！老实点！这位英雄，我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你最好少说话，要不我就把你的舌头割下来喂狗。好快的船！是海丘船，在这个距离上，他们可以用箭将咱们一个个钉死在船上。来的是秦淮社哪位东主当面？快请上船一叙。
飞云长剑，剑就是命，须臾不可操之人手。让他拿着吧。秦淮社李元清，见过大知司。原来是大东主当面。请恕文秀不恭。哼，元清此来孟浪，也实在怪罪不得大知司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海上的风浪虽大，亦非法外之地。某纵横半生，未领过吴越国一文俸禄，也未吃过前王一粒米。吴越之法，与我秦淮社何事？华龙社虽不成器，好歹有蒙冲8艘，海丘16，货船无算，往还高丽、扶桑、琉球3幅旗。在这东海之上，我等便是法。船可以给你，人和货不行。赤金500斤，买人买货。800斤，600斤，750斤。天下江山分崩离乱50、60年，谁的日子都不好过。650斤。是啊，乱世营生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700斤赤金，少1厘1毫。大东主自请回船备战。700斤便700斤，船外那小子送与某家，做个天堂。1000斤，人和货我买了。750斤买人和货，250斤买我自己。小人乃山岳社少东主，这南唐贼绑了我，索要货物为酬金。大知司只需扣下人、船、货，连同小人一并送往衡州。赤金1000斤，1厘1毫，聚会不少。大知司，这小子胡言乱语，莫要被他所蒙蔽。兴州海上，信以为先。700斤赤金，说定了。大知司真乃是信义君子，元清佩服。外头那个，价值250斤。大东主买吗？加价300斤，我买。涨到300了。大东主要跟吗？你与程昭月究竟有何干联？程昭月有2个女儿，一个16，一个12，确实有个儿子，尚在襁褓之中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何要自称山岳少东？小人……阿就问你最好说真话。若是有1句假话，便切你1只耳朵；若是2句，便切2只；若是3句，你的鼻子可就没了。这是真话。头却热了。铠甲。山文铠、乌锤甲2当铠都有，连明光铠都见了1副。李元清，他本就是南唐的坐探头目，黑云都的都帅，何必不辞辛劳远赴波涛，跑到吴越来买甲？南唐的兵也不至于穷到这等地步啊！应该是带别人卖。秦淮社自己不需要买甲，他将人都买去了，便是不想让你查到上家的身份。等那小子醒了，或许能问出来。总觉得这小子像一个人。
250，你醒了。快喝了。什么时辰了？这是何处？你发了一宿的热了，出了这许多汗，又酸又臭，这张榻怕是要不得了。这是阿舅特意给你开的药，喝了便好了。给，甜的。你饿了吧？你的吃食在外面，我去给你拿来。沈秋高，沈秋高，小人是学问啊！你可看得仔细，那确实是一条海囚船。千真万确是一艘海囚船。明州水营？不是。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地方，不可能是明州水营。那又会是谁呢？黄龙岛。都是同胞兄弟。六郎何其规矩小事，七郎又如何机警明明？偏生个九郎，从来不让人放心。眼下说这些已是无用。看来这一番，又得是你我去走一趟了。李元清此人的身份你可知晓？南唐秦淮社的大东主。你如何知晓？听你们在船上说话听来的。你为何会在秦淮社的船上？这个问题可以不答吗？那我换个问题，你是否知晓那天夜里来的那艘货船是谁家的船？山岳社。你如何知晓？这次能说吗？能说，猜的。哎，你这250。嗯。那你来猜猜看，那天夜里他们交易的是何样货物？这个我可是真不知道。那我来告诉你，他们交易的是铠甲。啊？这露了刑期的可不是一般武士，这是铠甲，便是官宦人家私藏衣服，都是谋逆的大罪。倒卖铠甲的事情一旦揭露出来，可是要问大逆的。合族男子问死，女眷皆入教坊。照你的意思，老爷子是盯上此事了。嗯，却也未见得这么快。只要手脚迅捷，还来得及补救。太尉。哦，此番出库的赏赐有什么不同吗？不曾有啊，比往日的都妥当。比往日的都妥当啊？怎么说？往日出库的赏赐呀，不是黑便是灰，而此番呢却是大红，那颜色呀，又鲜亮又好看。拿回家去，家里的老娘婆娘裁成衣裳穿在身上，甚是体面。都是绯红。咱们内直都拿到的都是大红，听说别的都有的是绿，有的是青，也有黑灰两色的。如此说来，都是杂色。我知道了，你退下吧。是，末将告退。何成群这个傻才，好大的胆子！
次带兵冲闯内库，你有几个脑袋？都给我听好了，在这个院子里，是人家何都将和狄都兄弟们的财产，我们只管将所有的账房与仓库上锁，然后便退出院外，只管守住外围，不许人进，更不许人出。明日午时之前，若要跑出去一只耗子，钻进来一只蚂蚁，都是咱们兄弟们的罪过。连头，擅自带兵封锁内库，我这便去禀报大王。无需你去禀告大王。老太尉，明日一早，老夫约了东府使军，彻底搜检内库，所有的账目、凭证、库存，字迹刻旗，一律封存。待明日搜检审核之后，老夫自会禀告大王，到时候该砍谁的头，便砍谁的头。动手！这老不死的猝然下手，连个转圜的余地都没有。其他东西都好说，库里的甲尚未补齐，明儿一旦查起来，这账是无论如何也平不了的。这老傻才，存心要置我于死地。要不，把账房的锁砸开，先把账做平了再说。如此妙计，是如何被何都将想到的？新做的账能看得出来，再加上你把锁头砸开了，岂不是此地无银300两？瞒不过的。库房和账房都上了锁，既做不了账，也补不了甲，难道便如此坐以待毙，等着人来砍头？程某倒有一计，就是不知道何都将的胆子够不够大。头都夹到脖子上了，还说什么够不够胆子？福儿过来。喂，250，我后来加价了，300。不算，就是250。你有何事？我阿娘和阿舅，请你去前厅。白日间不是见过了吗？说也说了，问也问了，还要如何？这一遭不同。又有什么不同？我家阿兄回岛了，是他要见你。你阿兄？水丘公，三哥，三郎能将虎子带回来吗？准定是能的，你就放心吧。余家娘子不会迁怒于虎子吧？你就安心吧，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。早点歇息吧，顾的身子骨怕是熬不了夜了。不好了，来人呐！不好了！大王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大王，开门！不好了，大王，是丽春院啊，是内库，这丽春院他走了水了呀！
这小鬼头，口中半句实话也无，倒真有乃父之风。大娘子此言有失公道。小子并不知威震东海的黄龙社东主娘子，原是我家三哥的亲娘。大知司也未曾对小子演讲，大娘子原本实得父王。月黑风高之夜，大知司杀人夺船，吓得小子一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小子实是不敢不谨慎从事。你谨慎的并不为错。早知你是从凤凰山上下来的，说不定便直接扔到海里喂鱼了，哪还留得你到此刻当面饶舌？母亲，罢了，不和你们这些小辈在这儿聒噪了。我身子有些乏了，要去歇息了。有什么事，明日再续。恭送母亲大人。行了，你们兄弟自去画吧，我也乏了。真娘，阿佑，随我回去歇息。是阿舅。恭送舅父。三哥，回去再收拾你。当值啊？谁当值啊？回禀皇上，今日是双日子，按规矩，该胡令公轮值内养。何承运何在？让何世运那个杀才滚出来见我！末将，末将拜见令公。眼通，如何是你？回禀令公，末将一直在乡里边救火，还有4、5处火头尚未熄灭。我是在问，你如何会在此地？何承运何在？回令公，这火起得突然，末将一直在奔走救火，未曾见到何都将。拿下！令公，令公饶命！令公有命！末将冤枉，末将是奉了在台会的机令，才封锁李承彦的。有人对我添加了担子，也不该自作主张啊！留我，令公！皇上，让我闯监狱吧。林公，大王，臣在。宫内走水，烧了几个旁院，无甚紧要。小狱内外，不得慌张从事，擅行谣言者，斩。臣奉教。皇上，皇上！如何了？此时宫内尚未戒严，若要走脱正当其时，再耽搁半个时辰，怕是便来不及了。如此说来，现在不走更待何时啊？何都将可曾看到了什么？
胡令公背着王上，刚刚过去了，还拿了盐桶堵着嘴，想必还未来得及细问。现在不问，稍时要问了，快走吧！啊，背着，正是，怕是不大好。若真是不大好，那可真是大好了。这计是怎么了？大王，大王是怎么了？快！夫人，请夫人恕老臣无礼，请吴夫人偏殿安置。夫人请宽心，明日老夫竟当当面负罪。选一个妥帖之人，传唤2名公仪来要但愿。是。务必谨慎小心，不得走漏消息。胡金思素来英明阔绰，万万瞒不过他的。既如此，趁着宫中大事未起，早早散出宫去，各自归家等死吧。先生此计有几分把握？若王上身体并无大碍，便只有2分机缘。我从此一病不起，却又如何？8分机缘还是有的。说实话，启禀督监，王上脉搏极浅，切直无根。说人话。回督监，这腹肺之象，乃是1家7绝脉之一。这王上恐怕是病因呢？自去岁孝献世子薨逝以后，王上悲情入心，伤了肺经。冬天的时候又染了风寒，迁延近100日，早已根基动摇，沉疴直入肺腑。今夜骤然惊怒，一并发作了出来。有法子救治吗？臣等无能，臣等无能。尔等听着，大王病危，内外宜居，这是要命的当口。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法子，务必让大王醒转。启禀督监，若是以金针刺百会，似神聪神庭，或让王上醒转片刻。只是这手段触动生机，催行经脉，这一口气上来容易，却是万难为继的。我晓得了，用针吧。这万事某担着，不干你2人罪责，用针吧。诺。大王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46刻刚过。还有多少时辰？老臣万死请大王交代大事。令公留下，其他的人出去。
前侯弘佑参见文武，师同天地。老臣不辞万死，请大王收回成命。怎么，三郎不合太令的心意？自古君王有真儿子在膝下，万没有立假儿子道理。三郎虽为大王养子，却也是元帅府孙廷甫所生。大王居5岳12州之地，100万军民，托付一个命令养子，如何能使内外不一？如何能使朝野相安呢？明宗皇帝也非太祖皇帝亲生，所以明宗一死，石敬瑭便篡了他家天下。这中原天子，既然假儿子做得，好女婿便也做得。大王，中原之地乱了几十年了，父子相猜，君臣弑许，乾坤颠倒，有些事迫不得已，所以将错就错。咱们5岳却不止于此。古月觉得不止于此。快叫刘郎入宫。大王宣六郎觐见。老刘，这是何意？大王教命，只选了六郎，未曾选得七郎，请郎君殿外候教。阿爹，是啊，不跟你阿爹讲君臣之礼了。人终有一死，有什么好说的？去年4月，五郎没了，故便让你入了相府，参决书政。你是一个林大事有静气的，只可惜时候太短了。故本想再替你撑个1年、2年的。父王莫要说了，父王赡养圣体，国中、家中文武公卿、宗亲兄弟，12州69县100万军民，可无hon作，不可无父王。父王，父王。刘元琛，平日里岂不知你是个有胆略的？老夫奉王命统领内衙兵马，却被你这厮深夜挡在了宫墙外。你信不信？老夫实行军法，斩了你！回太尉的话，
末将不敢乱了上下尊卑，只是职责在身，夜间宫门下月，不奉王命，末将不敢开门。宫内火光冲天，皇上要有什么危险，你担当得起吗？速速开门，放老夫进去参拜王驾。太尉要杀末将，末将甘愿伏法。若是无旨开门，确实不能。太尉此刻还在宫门外。是的，亲卫第3都督将刘彦琛未曾开门，却将自家用绳索自宫墙上坠了下来，与他当面周旋。这个刘彦琛不错，抬举他一个副都虞候。是。末将，亲卫第1都何承勋，有破天大事，要禀告老灵公。你在朝堂的地位尚可，与军中的历练不足。当年顾继伟的时候，就是先掌了兵权，再得了天下。戴太尉，声位显著，又是内衙帅臣，末将不得不从，只得任他侍卫。却不料末将交出内库房屋不足1个时辰，大火便烧了起来。末将为内库值守，百死莫赎，只吓得肝胆欲裂，却不知该向何人陈述冤屈，这才斗胆来寻老灵公陈情，实在万死。何承勋，末将在。你好大胆子，当面构陷国家重臣，你可知罪？末将所言句句属实，若有一句虚言，甘愿万死。与我拿下。父亲，今夜代孕举措，确有不妥啊。侄儿，你记着，你继位之后，空军、红右不可继续领兵，否则国中万难安定。阿爹，远宗老臣皆不可托付，儿子该怎么办？先王遗训，善始中原大国，善始中原大国，善始东南市民，善始东南市民，善始军中将校，善始军中将校。若能笼络居家，自可加恩。加恩。我不能，处事要果断永决，万不可纵，无人之人。儿记下了，儿都记下了。三郎手里的弓箭弩暂时无力，关键是代孕，他是亲从亲卫6都名正言顺的掌兵大帅。天亮之前，
我还能以论之恭敬的名义，将其拒之宫门外。一旦天亮了，他要闯进来，事情便不好办了。应该不至于吧？大卫更替，这是何等重大的事情，谁敢掉以轻心呢？眨眨眼睛，说不定老母鸡便变成了鸭。100年来，最不少的便是乱臣贼子。老令公，王上宣呢？令公，你照仪表奏告汴梁天子，请你建交太傅镇海、镇东两镇，节度副使钱弘佐为中书令，吴越国王。老臣奉教。古死之后，朱三郎夺爵罢兵权，以夺国境，复其本姓孙承佐。老臣奉教。我上的性命是。刘郎，儿子，刘郎是个跳脱之星，我要拘束他。张军、领军，皆不是他所爱。人心之险恶，你这个当哥哥的，要好好护着他。是。刘郎，东南五岳，托付于你了。皇上！老臣奉大兴县王遗教，请刘郎全两军节度留后之位。刘郎卿之爱，献王以5月12周
67县100万军民相托付，此事万不能做小儿女轻台之事。洪左年幼，才识浅薄，万事扬长领功。先王一教，依托老臣顾命，老臣敢不敢恼土地，以报先王？郎君，皇位在。扶六郎一直偏殿暂歇。是。齐郎，可同来。君臣之分既定，齐郎此事不当搬家。咱家街的换衣院还有几十匹生马，快去取来了。好，快把那边等得急，取得慢，仔细吃鞭子。是，快！把王轰了。如此说来，这一遭算是侥幸逃过了。哪有那么简单？现在你我的性命，可都全系在何都将身上喽。是末将疏忽了，我将此人几乎忘却，也不知刺客是何时进来的，还请督监治罪。退下。诺。副将，不可能是外边刺客干的，凶手肯定是在这些人里面。代运掌内压兵多年，在钦从第一都里安插几个人，易如反掌啊！也不可能是此人，他一直被捆着，行动不便。二则他没有杀严通的理由啊。在瑶台院里杀人灭口，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胆量，除非他背后有权重一时的人指使。黛云，副将，天快亮了，一会儿相公们跟太尉们都到齐了，这宫门得开了。这宫城内有信得过的可用之兵吗？钦从第一都对副以上都是大王，不都是先王亲自挑选的，都被掺进了沙子进去了，哪还有可用可信之兵啊？带他进殿来。诺。太尉陈甲兵于宫门，意欲何为呀？下马！
开门！奉大王教命，斩杀逆贼，待遇。杀！后退，后退！奉先王遗教，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内牙都驻军指挥使戴运，因节纵犯，擅权军武，豪夺内府，毁焚宫禁，戕害君上，谋立嗣主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，拥西安侯弘佑篡谏于后。罪犯大逆，特加显露，夷三族。吴越国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教。天福6年8月廿4乙亥。哎，果然还是海上的一声了得呀！山岳社横行西府，在人家面前也不敢夸口富豪。你还差我250斤赤金和开元通榜4万名，卷8万匹，何时还来？我家穷。给上河宫的长工发赏赐，区1万匹绢，还是杂色。儿子在衢州，在西府，每日用度皆有定例，实在糜费不得这许多呀。谁说都是给你的？哎呀，养个儿子呀，就是扔出去的石头。你自家的吃喝用度，自己靠本事挣去。倒是你金定姑姑那里，也是一大家子人。你这个当晚辈的回岛上一遭，不带些提己回去补贴1、2，可还像话？母亲大人说的是，儿子定当母亲的一乡之役代为宣达。戴太尉与金定姑姑处，儿子亦当每日早晚代为问安，不让别人笑话了母亲的礼数。吾承祖宗之宏烈，勤劳邦国，夜夜精精。克求致之，奈何两要立天，不能讨亏仄之术。40成岁，无异于代谢之期。机书不可以久旷，庶情不可以法统。唯义是守，为敬为和，克敏克宽，斥去其邪，亲任人人。太傅。两军节度副使洪佐聪锐勇毅，恪尽工人，故令判佐奉印，全摄两军留后，伏请圣心复查。荆节黄钺，庙堂礼制，东南府县蒙利军民，积息一隅，茂哉敬哉，主者施行。东南不可一日无主。臣奉先王遗教，请太傅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洪佐德伯，
不敢和军国之重。郎君此言差矣。先王与东安两军12州托付于郎君，郎君乃先王嫡脉，于此家国转承之际，其可妄自菲薄，上为先王一命，下负100万军民吗？臣受2代先王厚恩，在此国事未决之际，岂能孤恩负义？明哲保身，诸位公卿，尔等的忠心呐！臣内衙诸军副都指挥使钱弘宗，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臣西府安抚使检校内外马步军都统军使钱弘俊，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臣等请太傅奉先王遗教，全摄两军节度留后，判兵马大元帅府事，督知内外军事。新主继位，功臣堂大朝没叫你去？以前只知河都将武艺绝伦，没想到这弟媳的也比常人洁净些。飞鸟尽，良弓藏。哎呀！严重了，末将不过是……小的不过是芥菜籽大小的病头，你说狡兔死，走狗烹，还贴切些。我来问你，他可是狡兔吗？我给他做过3年的钦定。当年东周大战，挑帮搏杀，火箭点燃了船帆，桅杆砸倒下来。若不是他将我一脚踹下水去，我坟头的树怕是都碗口粗细了。后悔了？若不杀他，我自家便是个死，千刀万剐都是轻。可拼尽气力杀了他，又能如何？在公卿、相公、宗子们的眼睛里，我不过就是个
被主作孽的家奴。此刻还能留我在此处洗地，已是天大的恩德。如何还敢想素卫正殿大朝那样的美差？你可知他为何会死？富儿过来。因为他小看了你这个芥菜粒儿大小的病头。这些公卿太尉们在吴越国中安生日子过久了，大约早就忘却了眼下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道，还以为天下之事尽在掌握。殊不知，这几十年来，天下之事何曾真的由他们说了算？长安天子魏博牙兵，没有了亲卫牙兵，一个空头的天子饿到皮包骨头临死，连口蜜酒都没得喝。可怜哦。检校太尉，右卫大将军，内衙诸军都指挥使代运，因劫宗藩，豪夺内府，毁坟宫禁，戕害军上，使亲卫都兵甲夺功于前，拥西安侯洪佑篡谏于后，罪犯大逆，特加显露，夷三族。西安侯钱洪佑心存险诈，志有不群，因结内军，着即交械兵权，符印，罢衢州刺史，褫夺西安侯爵禄，下狱使台狱，布告天下，贤使闻之，拿下。且慢，九郎君，你要做什么？大表哥，你说这是父王遗教，可有证据？诏命上有先王玺印。九郎君，你还要什么证据？既是诏命，为何没有诸位丞相、大参们的签押附属？更何况父王诏命一向是由通儒院袁学士手书，何似这诏命反倒不是袁学士笔迹？九郎君不要胡闹，这是军国大事。你一个弱冠童子懂得什么？大表哥此言差矣。你手持黄卷，口含天宪，要夺西安侯的兵权、差遣，还有爵位，还要拿他下狱。诏命之上，既不见通儒院学士笔记，又不见诸位丞相大臣们的签押附属，焉知不是你等合谋害死了先王和相公们，矫诏夺军，却又来害我三哥？不用跟他聒噪，只管拿下就是。此人是山岳氏东主，南唐细作，为何却在此处？你所宣读诏命，到底是父王的意思，还是敌国细作的意思？抗拒王命，罪在不赦，一并拿下便是。是。将九郎君与钱洪佑一并拿下！都不要走，都不要走！我乃吴越国王，天下兵马元帅第九子，前世嫡脉，内衙诸军都指兵马右使。主郎，汝等再上前一步，我便自强于此。害我性命者，多招打，诚招越者也。尔等皆是帮凶，身负吉祥，夷三族。九郎不肯奉教，持刃抗命，你便这样回来了。九郎君乃宗室至亲，末将不敢擅传。
袁学士以为此事当如何措置？三郎君、九郎君皆宗子也，此乃留后家事，不当论外臣。胡令公为先王顾命，可有意教我？昨夜李辰远大火，先王洪氏便其昼夜，敌我难辨，老夫不得已诛杀代孕，非常之事，情非得已，不得为承平之法，留后不得不查。胡令公是让我射了三郎与九郎。刘后应该明白，三郎和九郎是不同的。三郎久在军营，深结军心，更见代孕已死，仇怨已结，便没有回头路。若是处置不当，恐国家有负心之患。身为人主，不能以私情害国事。处事要果断勇决，万不可纵，妇人之仁。当大郎兄去射三郎。